蓝鲸神鲨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才千辛万苦乞讨来的救命法宝，天使姥姥是和我大有渊源，才会相借一些的。我也再三答应过，只用此宝保命用的。若是万一有个闪失，我可不好向此位交代的。可眼前这修士，法宝灵兽，无一不犀利异常，我等不利用此杀，根本无法和其对抗。难道此前的功夫就白花了不成？别的东西也就算了，那老魔的天师珠可是修炼法体的难得宝物，对我等突破下一层境界至关重要。哼，天师珠重要，蓝鲸神鲨就不重要了。此鲨可不是能反复使用的东西，而是一次性的，一旦使用了，我这点蓝鲸鲨也就没有了。天使姥姥纵然和我有点渊源，再想要第二次却是休想的事情。况且眼前真神通实在深不可测，蓝鲸鲨也不见得肯定能击败对方，万一还被对方破掉，那可就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了。可是天风真君虽然觉得狂杀上人说的有理，但心中还是大感不甘，想要再劝几句。可就在这时，忽然天外一道火光从远处激射而来，在沙雾上空一个盘旋，射入了沙雾中，落入了黄袍大汉的手中。大汉一只手托着传音符所化的火光，有些意外，随后毫不迟疑将神识沉进其中。仅仅片刻后，大汉脸色一下阴沉了起来，单手一挥，火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走吧，现在就是使用蓝鲸神鲨也有些迟了。棋子和三煞那几个废物竟然被玉华夫人驱使士兵强行冲开了他们的封锁，正带着大量高级灵师冲这里奔来呢，再不走可就危险了。一听此言，天风真君大吃一惊，这才熄灭了最后一丝幻想，只能无奈地答应一声。随后二人不敢怠慢，急忙施法，黑色雾气一阵翻滚，同时往高空飞去，凝聚一团，随后铺天盖地向远处滚滚遁离。这大汉二人从始至终竟再也没有露面一次。韩立站在巨猿的肩头，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对方远去。他时间有限，若是对方还要纠缠不清的话，说不得还要再动用一次虚天鼎。上次虚天鼎将天蓝圣女的灵砂自行收取，对付这些杀物应该也不成问题。只是虚天鼎毕竟是通天灵宝，虽然说乱星海外的修士知道的寥寥无几，他也不愿意轻易动用世人，否则万一凑巧被什么人认出来，那可麻烦就大了。即使他法力通天，恐怕到时都难有安宁之日。唉，道友神通广大，竟然连这落魂砂都能破去，真让本王大开了眼界。本王多谢道友的救命之恩。劝业王见黄袍大汉等人夹带着杀物离去，最终在天边消失了踪影，心中也大松了一口气，不过却没有马上撤去浑身的尸焰，而是在火光中冲韩立一拱手，直接说道。韩立听见此话，目光这才落在了那位万年尸王身上。杀物撤去得快，但这位尸王的情形可实在不怎么好，身上的灵气比起刚变身显出原形时，足足弱了一小半还多。看来在重伤的情况下，喷吐这种本命尸焰来抵挡落魂砂，对老魔来说真是一件大耗元气的事情。韩立目光淡淡的盯着老魔，毫无感情。炫夜王即使不是平常修士，但见到韩立刚才施展的神通，心中也不禁暗自发寒，提起了12分的小心警戒，生怕自己前门刚拒虎，后门又来狼。而韩立身下的巨猿自从银沙离去后，就半眯着巨目站在原地不动，仿佛一直在品味刚刚吸入腹中的大量黑沙。这时劝业王一对韩立略有敌视后，和韩立心神相连，他力有感应，双目一转之下，立刻盯上了这万年尸王。随之兽脸上竟露出了非常拟人化的神色，大嘴一张一合，似乎看到了什么可口的美味一般。
完全一副谗言欲滴的表情。这种目光让生前身为上古帝王的炫夜王毛骨悚然。他刚才见到此猿轻易地收取落魂砂，自然知道此猿可怕，甚至面对此兽，心中还隐隐有一种天生的畏惧。虽然不强烈，炫夜王也猜到此兽对其恐怕有几分天生的克制，不禁心中暗暗叫苦，整个人也大为的忐忑不安。虽然这一次出手是这几人咎由自取，但不管怎么说，在下的确救了你一条性命。你口中的重谢指的是什么？本人倒是有兴趣知道。就在气氛有些紧张之时，韩立却终于神色一缓。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再加上身上煞气反噬日益严重，现在只见此处只剩下了这个重伤的尸王一人，自然不可抑制地动了几分杀心。韩立刚才仔细打量过对方，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和那只金刚罩类似的尸气，再加上刚才一听黄袍大汉称呼对方炫夜兄，心中自然将对方的身份猜的是七七八八。这位竟然是金元口中的那位炫夜的帝王炼师，如此快就能见到对方，还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不过他强行运用大眼诀，清醒了一下头脑，略一估算自己封印的时间长短，对方拥有几种秘术可能性，再加上刚才风雷翅、冰焰神通也先后显露而出，无法再起到出其不意的奇效。因此即使有提魂兽相助，这万年尸王也不是普通炼尸，能在短时间内拿下的可能性并不高。故而韩立斟酌了一会儿后，还是将心中的杀机强自按捺了下去。不过救下对方一回，该占的便宜自然是肯定不能放过，故而是毫不客气地说道：本王别的没有，一些灵石材料还是存有一些的，道友若是不嫌弃，就和本人一起回去，本王绝对会让道友满意的。不用如此麻烦了，在下看你这金珠不错，道友能否割爱？道友说的可是此物？炫夜王一听韩立此言，面色阴沉，但看了看仍在虎视眈眈的巨猿后，只能勉强一答，一张口将那颗金色珠子喷出了口外。韩立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表示就是此物。此物叫天师珠，是我等狮王修炼天师诀后才会产生的一种类似本命法宝的东西，平常根本不会轻易示人的。我若不猜错的话，方尖山二妖多半也是冲此物来的。不过这颗珠子却对我没有什么用处，道友尽管拿去就是了。炫夜王目光闪动，接着忽然笑了起来，冲着身前的金珠一指点，此珠顿时击射向了韩立。韩立大感意外，但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虚空冲射来的珠子一把抓去，顿时低空中现出了一只青手，一把将金珠捞在手上。老魔竟是没有在这个珠子上做什么手脚，韩立用一团青光包裹着此珠，双眼一眯，仔细打量了一遍此珠，也没有替换作假，的的确确是原先老魔寄出来的那颗金珠。他之所以开口要此物，原本也是心存着讨价还价之意，可对方给的如此利落，反而是让他有些惊疑起来。韩立心念如电，脸上露出了一丝沉吟。道友不必觉得奇怪，不瞒道友，这颗虽然也是天师珠，但却不是在下修炼的那颗，而是当年本王得到天师大法时顺便得到的另一颗师珠，和在下并没任何关系的。在下的天师珠事关重大，又怎会随身携带，仍在本王的墓室中被妥当收藏着。那炫夜王见此情形，犹豫了一下，竟面露诡异，主动解释起来。哦，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在下就不客气收下了。似乎你的人也来了，韩某就先走一步。
韩立露出一丝恍然，点了点头后，正想再问些什么时，神色一动，抬手向天边远处望去，竟忽然说出了告辞的言语。老魔一怔，尚未说些什么，韩立就周身青光闪动，骤然化为一道长虹，破空离去。老魔望着韩立离去的背影，脸色阴晴不定，对韩立之言也有些将信将疑。但是片刻后，从古墓方向传出阵阵的鬼笑，接着无边的绿云滚滚而来，里面湿气冲天。炫夜王见此，顿时心中大喜，现在就是狂沙上人等人回转而来，他也不惧对方。他纵身化为一道辉光，直接就迎了过去。这时韩立却一刻不敢迟疑，用所剩不多的解封时间，快似闪电的急遁着。他要远远地甩开炫夜王和早一步离去的黄袍大汉等人，否则法力一旦被封，再和这几人照面，他可就麻烦大了。以韩立现在的法力全力而为，自然遁速非比寻常。在法力再次被封前，一连换了数个方向后，他竟然一口气遁出了万里之外，脱离了山脉之地。韩立这才松了一口气，稍一辨认清楚方向后，不慌不忙地御气远离了山脉。2日后，韩立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山下落了下来，随后放出几件法器，在山脚处开辟出一个简易的洞府，然后立刻用一套布阵器具遮蔽住了洞口。韩立本人则直接走进了洞府密室中，盘膝坐下。你就打算在这里参悟冥王诀？一路上任由韩立行动，始终没有插嘴一句的大眼神君终于忍不住问道：怎么这里不行？这里连条灵脉都没有，你这种速度修炼完后，老夫也早已魂飞魄散了。前辈莫要恼怒，我刚才只是玩笑之言。我在路上已经参悟了一下冥王诀，第一层法诀还好，对灵气的需求并不太大，估计只要年许时间就能练成。但是第2层开始，修炼难度倍增起来，并且其中的修炼之法需要大量灵力，必须要在灵脉之地才可，否则花费的时间远是超乎想象。而要消除煞气反噬，必须修成冥王诀的前2层，这才勉强可以将煞气化为己用。不过大晋的灵脉之地虽多，却无一不是有主之物，就是再差的灵脉，也绝对有人占据。而我既然打算尽快恢复法力，也不可能过于低劣的灵脉修炼，最好还是要再混进某个大宗内，悄悄地修炼法诀。听你的口气，似乎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有一个目标，而且甚至是都不用我花心思去伪造身份。哦，有这样的好事，不妨说来听听。很简单，你还记得我在冯家密窟中得到的那些地契吗？其中夹杂着另一份文书，记载着冯家的几件密事，恰好有冯家之主许多年前为冯家子弟准备好的一条退路。另一个和冯家完全不相干的身份，南州某富商之家。而这富商确实有其人，还经营着10几家颇有盛名的店铺，但此人只是冯家暗中培养的一位暗子，故意推出来的表面人物。真正的大权和店铺地契等东西还掌握在冯家手上。现在冯家全灭，但这位富豪依然健在，有这人做掩护的话，拜在南州的某一大宗门下应该不成问题。只要过了2-3年后，解除了煞气，恢复了大半元气，我就可以安心的四处搜寻材料了。有这样的事情，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你现在又停留在这里，是何用意啊？是打算先修炼成第1层的口诀吗？我的确有先练成第1层冥王诀的意思，毕竟这功法只有修炼一下，才能真正确定其修炼的难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趁着此地无人干扰，我要先将那金刚罩炼化认主，并且从交易会上得到的那块金化妖晶制作成一套飞针，以备后用。当然最重要的是，另外2个东西我也需要先处理一下。韩立叹了口气，手掌一翻，1白1金2颗圆珠同时出现在手中，正是刚刚到手的天师珠和那枚从九仙宫弟子手中得到的血晶珠。